这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。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、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，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。哇，今天天气太好了！今天去西夏王陵。西夏王陵在银川市的西边，市区有旅游车直达，非常方便。门票88元。首先来参观西夏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规模很大。先了解一下西夏的历史。1038年李元昊成立，历经190年，1227年被蒙古所灭。西夏曾是我国最神秘的朝代，曾经辉煌过200年。它是由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，自称大白高国，因为其在西北，所以称为西夏。西夏是在1038年由李元昊称帝建国，前期曾与辽和北宋经常发生战事，保持三国鼎立的局面，后期与金并立，末期受到了蒙古的威胁，最终被蒙古所灭。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它继承了很多唐宋的文化成就，也融合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。历史上西夏文化各方面的成就都非常的突出，包括西夏的寺、塔和石窟艺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顶峰。在我国西北部很多的石窟里都可以看到西夏的石窟文化。夷陵窟的第2部分，这都是西夏王朝时期。历史上西夏的灭亡是非常的迅速，而对于西夏的考古研究从清末开始才不断发展，并且形成了十分热门的西夏学。这个博物馆有2层，内容非常的详实，很多资料和文物非常的珍贵。看这些精美的陶瓷工艺品，都是出自西夏的。这座位于西夏王陵的西夏博物馆，也是中国第一座以皇家陵园为背景，真实展现兴衰历史的博物馆。在博物馆的2楼有很多关于西夏陵的介绍，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。这是清理、挖掘和保护西夏陵的很多珍贵的照片。这是保护后的照片，左边是保护前的，右边是保护后的，基本上维持了原状。在博物馆里展出了很多西夏陵出土的文物，这些都是从庞大的皇家陵园里出土的文物。这是石雕人头像，绿油做的绿油寺6号陵的一些东西，真是蛮好的。这个西夏王陵里的博物馆还是非常值得看一看的。从这来做景区。现在去西夏王陵遗址。整个西夏王陵面积是相当的大，长度就有10多公里，所以需要乘坐景区的交通车先转一大圈。在车上，导游详细的讲解了一下王陵的布局。整个西夏王陵占地面积是58平方公里。右侧看到的是3区包括9座帝王陵，还有200余座陪葬墓，规模是相当宏伟，布局严整。每座帝陵都是坐北向南，呈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，规模同明代的13陵相当。陵墓的建筑风格除了有唐宋皇陵的特点，又受到了佛教的建筑影响，构
构成了中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，所以有东方金字塔之称。现在保存相对完好的是3号陵，西夏陵里规模最大。3号陵。徒步参观的主要是这个3号陵。3号陵很简洁，是保存最好、最有特色的地点，被传是西夏的开国皇帝。这个3号陵也被认为是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。包里雀台，这一般在陵园入口的一个作为礼制性的建筑。3号陵面积很大，东西长应该有上百米。雀台往前，这边是个碑亭，这边是西碑亭。碑亭是为帝王书碑礼传、歌功颂德的场所。现在走进神秘的3号陵。这是陵墓前的一个建筑，献殿，只剩一些瓦砾了。远处就是贺兰山。现在来到是西夏陵的3号陵。西夏王陵的建筑风格还是比较有特色的，确实有点像金字塔，规模也是相当宏大。这么看有点像三角形的金字塔。在历史上，西夏被蒙古所灭是非常惨的，主要是因为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途中死了。关于死亡原因也有多种说法，所以为了报复，也为了震慑其他敌人，蒙古军不仅杀了西夏的皇帝，还屠了整个西夏王族，并把所有宫殿、陵园全部烧毁，真的是非常惨烈。可以说是被洗劫一空后又掘地3尺，粉碎得非常彻底。也因此使得这么一个国家都没有史书，感觉被蒸发了一样。直到清朝末期才慢慢的开始研究西夏这段历史。徒步围着3号陵参观一圈大概半个多小时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远处的贺兰山也显得非常的美。景区的电瓶车终点站就是这个3号陵，所以参观遗址主要是这个3号陵。吃一个大梨，很甜呐。在阳光的暴晒下，参观完3号陵，赶紧找了树荫底下。有些碑联。在3号陵这一站还有一些可以参观的地方。西夏史画艺术馆，西夏史画艺术馆，嘴圈展厅，西夏的文化历史。一些雕塑、文字、图片历史，儒家文化发扬光大。该是建的成陵寺。
1038年西夏建国。这是一个李元昊之死。可以消去了名字，不是孤独死。穿越西夏，就是可以从这骑这个小电瓶车。如果骑行就是要走这条路。骆驼。树荫下很凉快。因为今天比较暴晒，所以参观完3号陵就坐景区车回去。我个人感觉这个西夏王陵，如果对历史感兴趣，还是非常值得来的。西夏博物馆做得非常好，3号陵也非常的宏伟壮观。另外景区里还有一些自费的项目，这次没有参加。所以如果有机会来银川，可以到西夏王陵打个卡。这里是宁夏的黄沙古渡风景区。黄沙古渡是国家4A 景区、国家湿地公园，也是明清宁夏的8景之一。这个景区有大漠风光、黄河古韵、自然湿地、黄沙拥长河的塞外奇景，可以亲临康熙渡黄河的古渡口，可以看到昭君出塞和亲留在大漠的月牙湖，还可以体验用羊皮筏子漂流黄河。里面光游乐项目就有几十项，可以说一天都玩不够。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今天就跟我一起体验一天的黄沙古渡。一票通，几十个项目可以玩。景区一票通网上的优惠价是198元，但几乎所有玩过的人都觉得还是很值的。进入景区大门，先往前走去坐车。黄沙驿站。黄沙古渡的景区交通工具也非常的多，而且都非常有特色。开始坐车。首先要坐这个巨大的沙漠冲浪车。这段路很像过山车，还是很刺激的。车还是挺刺激，在大车里算挺刺激。下了车，前面是湿地公园，宁夏最美景观，需要在前面去坐船。这里有个黄沙古渡的石碑，在这里打卡留念。黄沙古渡。趁游客不多，在这里飞个无人机，看一看这个黄沙古渡和湿地公园。这个黄沙古渡的名称源自于这个地名黄沙嘴。滔滔万里黄河在宁夏的腰部穿过，整个的流程是390多公里。在宁夏有许多古老的渡口，其中横城渡口是一处古老的黄河渡口，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有了。在这里登高眺望，东边是浩瀚无垠的黄沙，西边则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。因为横城的北面有个地名叫黄沙嘴，所以明代又把横城渡称为黄沙古渡。黄沙古渡在明代的时候是非常繁盛的，而且周围的黄沙与绿野、烽火台与万里长城、黄河与渡船，构成了一幅独特景色的塞外风光。现在去坐龙舟。这是现代造型非常漂亮的湿地龙舟。
第一个。坐在龙舟，在黄河上一游。湿地这边的河道水还是非常干净的。坐这个龙舟大概10分钟到达下一个地方。这里是水上乐园，项目非常的多。这里叫做乾坤湾，很多水上项目都是含在一票通的，可以自由选择游玩。各种各样的脚踏船，这个也是免费的。大家把救生衣看好，各自克。这个快艇冲浪是免费的，可以体验一下。用头上的运动相机拍一下。坐这个快艇需要穿救生衣。中间几段加速还比较刺激。那蛮简单的。只要你时间足够，都可以把通票里的项目玩一玩。这个叫水陆战车，可以在路上开，也可以到水里滑。来体验一下水陆战车。哦，对。哦。这个又安全也比较有意思。这里还有卡丁车。大漠驿站，骑骆驼。大漠驿站，这个地方可以休息，吃点东西，补充能量。属于套餐是吧？啊，对，快餐20，啊，还真挺值这是的。大扒鸡，这是花菜，这个真不错耶。这套餐20，还蛮值的，5个菜。对，就这一碗西瓜10块，西瓜特别甜。吃饱休息一会儿，继续玩。这个沙漠越野车，人不多也可以玩一下。这里就是一个沙漠游乐场。这是马场。想体验骑马的也可以试一试，不过这个马都是在散步。据说这个黄沙古渡游乐项目是宁夏最多的。这是黄河祭台，在这里飞一个啊。这个黄河祭台相传是当地老百姓为祭拜黄河而筑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祭台上有黄龙镇河雕像，
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途经当地，曾经目睹河水泛滥，给百姓造成了伤害。大禹奏请玉皇大帝，命黄龙在此镇守黄河。从此黄河在其他河段总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而唯有黄沙古渡的河道1000年不变。所以当地百姓都说，这是黄龙镇河的功劳。黄沙古渡的黄沙是黄龙的化身。黄沙石，现在去骑骆驼。佛铃声声。骑骆驼是这里的交通工具，如果不想骑骆驼，也可以坐车前往下一站。来看一下骆驼下跪的那一刻。骑骆驼就是这一下需要注意。要骑这个第一匹骆驼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好，骆驼。这手边要是这个，真好。扶住了得。往后扶手。好。下来了。行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每次都得这样一下。不过总的来说，骑骆驼比骑马要舒服一些。这是一对返回的骆驼，看看骆驼排成一条线。这就骑完了。看这个骆驼，我要可能做这个滑索，去做那个羊皮筏子。这里是黄沙山，也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，只要敢玩都可以免费做。在这个地方我基本没有玩，直接想滑沙下去做羊皮筏子。从黄沙山走到河边大概有600-700米，我要体验一下这个黄河漂流。有没有浮头啊？这一船坐了10多个。这就是羊皮筏子。坐这个羊皮筏子体验黄河漂流的游客非常多。在这里漂流非常的暴晒，必须要穿救生衣。看看，这就是黄河。主要河道两边有太多的沙漠，包括流经黄土高坡，所以才叫黄河。好了。还好，只是体验10分钟，漂了几百米。看这个羊皮筏子，坐了将近10个人。像灾民一样，这洪水过后，汪洋中的一个羊皮筏子。这个羊皮筏子作为一个体验项目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结束。结束。从羊皮筏子下来，继续前往下一站。这块是欢乐谷，沙漠欢乐谷。哇，这么多要玩的。这里是沙漠的欢乐谷，也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，感觉有点像海边的沙滩。不过这里的项目似乎更适合小孩子玩，在这里飞飞无人机，看看是什么样子。是不是有一种夏日海滩的感觉？
这个沙坡之上大概有7、8个游乐项目。如果不玩项目，在这里躺一躺休息一下也不错。黄河边的黄沙，从高处看一看，感觉特别像一个度假村。看看山坡上的这些游乐项目，说实话，如果一般人体力不够好，玩到这里估计都玩不动了。不过我想这是小孩子们的天堂吧。这个黄沙古渡也是银川本地人非常喜欢来玩的地方。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黄沙古渡，其实感觉来这里玩还是非常爽的。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黄河边沙漠里的游乐园，尽情的玩上一天。这个就是曾经的黄河古渡口，这一带在秦汉时期就是边关重镇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千年古渡了。在历史上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昭君出塞和亲，包括霍去病、康熙出征，都曾经在此渡河。这个就是康熙渡河的雕像。以前宁夏的黄河水运是非常鼎盛的，所以黄沙古渡这边商贸非常的繁荣。渡口这边现在也建了一些集市。坐这个车到禹王泉，继续坐景区车去最后一个景点禹王泉。有没有感觉这个景区超级大？这个我说实话，这个公园现在到了禹王泉，听说这个禹王泉形似月牙儿，飞上去看看。这个禹王泉也是有来历的，在公元前33年，昭君出塞，在黄沙古渡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，心中不胜凄凉。渡过黄河，感觉离长安更远了。临行前，昭君下定决心，一路上绝不回头。可刚一渡过黄河，心中对远方父母的思念油然涌上心头。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回头望着家乡的方向，痴痴发呆。不知不觉，泪水划过脸庞，滴落在河岸的沙地上。昭君走后，她的泪水化作一汪湖水，形似月牙，人们称之为月牙湖。在月牙湖的旁边还有烽火台，还有昭君的纪念馆。走到这里，旁边还有一个博物馆，所以如果来黄沙古渡一定要玩一整天。坐驴车，最后一站坐驴车前往景区出口。这一天下来，其实我也只玩了景区的一小半项目，可见这个景区之大，游玩项目之多。喜欢尽情的玩，下次来银川到黄沙古渡吧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马战。这个表演是银川非常火爆的西夏风情园里的金字招牌演出。这是一场大型的实景马战，烽火西夏，再现了1000多年前夏辽两国的河曲之战，非常精彩。下午来到了银川的西夏风情园，主要是奔这里的一场演出烽火西夏。这个西夏风情园基本算是在银川的市区，交通很方便。这个园区主要是以西夏文化为主题，以实景演绎为主要表现形式，是了解西夏民俗、探寻神秘西夏文化的必游之地。等象起源，
西夏王朝就是由这个党项族建立的。前面这条是市井街，表现了当年西夏的一些市井文化和商铺。这条街体现了当年西夏的一些文化和风俗，有各式各样的店铺、药铺。不过前面的市井街里面正有一场表演，赶紧赶过去。这就是西夏的文字，不过一般人都不认识。这是西夏文字。前面正有一个擂台杂耍的节目。这个西夏风情园白天有很多演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这个正在表演的应该是神鞭。哦，这个脸都抖了。这个大刀重150多斤。看这个壮壮的小伙子，真的很有蛮力。都是会玩的啊。这够重的。有的朋友始终不鼓掌。如果生在古代，他应该是很有用武之地的。啊，这么困难吗？好，小伙子如此卖力啊！看这个小伙子更厉害，用脑袋上楼梯。这是真功夫，据说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网红。我是为了最高点，前排的好朋友们来自本期的掌声。接下来还有更难的。接下来用盆跳山。跳山时间速度力量要赶对，赶不对就跳不过去，大家看一看。哇！再来一下。哇！好的，最后一下。哇！再看这个小姑娘。哇！柔术。在古代，擂台是一个民间高手艺人的汇集之地，各种民间绝技花活都可以呈现。大家看看小姑娘腰软不软？要把自己的双脚放在膀子下面。哇！看着非常扎实啊！基本功落。哇！再往前叠，一叠四折啊！哪一方面愿意打赏的啊，都是那有银子有零钱的，可以捧场，咱去支持杂技，支持江湖艺人。这些江湖绝技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厉害，真的是惊心动魄的表演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是恐怖看的。感谢感谢。接下来赶紧去看这里的金字招牌演出《烽火西夏》。这是一个大型的实景马战表演，现在演员们都在热身。这些演员都身怀绝技，参演过很多的电影电视剧。这个烽火西夏的演出展现的是公元1044年在贺兰山下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夏辽两国的河曲之战。这是一段金戈铁马的历史故事，一场战马奔腾的刺激战场，也是一段精彩绝伦的马背特技。现在演员出场，整个场面气势恢宏。现在展现的是西夏的马队，都在操练。现在开始。这个是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。关于西夏王朝这段历史，上一期视频做过一些简单的介绍。看一看这些英勇善战的骑兵的绝技。臣愿带兵出战，为拿下。这场河曲之战展现了开国皇帝李元昊的聪明才智，他单枪匹马，不带一兵一卒，只身前往辽军打仗。现在出现的就是辽军。
我感觉好像在看《岳飞传》，因为几乎都是同时代的。赢了三川口，又赢了好水川，嚣张长河，自称皇帝，竟然不把大辽放在眼里。孝敬大辽的机会，西夏将交付大辽叛军，继续向大辽纳贡，大辽就打你个落花流水。不敢，西夏将誓死效忠大辽。李元昊使出计谋，当着辽军大帅的面折剑盟誓，承诺部队后撤300里。在后撤的过程中，烧掉了路上所有的粮食，不给辽军获得补给的机会，使得辽军大败。又连续3次后退，每退一次，均将周围的草料火烧尽光。辽军多为骑兵，战马缺少草料，辽军将士疲惫不堪。欣赏一段精彩的马战。将士被俘。英勇就义。我来也！这些精彩的特技令人拍案惊奇，好几次都没有分清双方是谁。打掉的兵器乱飞。接力兄弟，每一个表演都让人心潮澎湃，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后面的战事更加惨烈，尤其是这匹马的表演太精彩了。将士听令，射落耶律宗真的帅旗，放箭！在场不要猖狂！今日大辽大军定要踏平贺文山，踏平新都府。这应该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马战。感觉双方大战了300回合。这看着比三英占领部还精彩。整场表演一直是擂鼓滔天，战马嘶鸣。中国举耶律宗真领10万大军损失殆尽，无力再行问罪处决，无奈之下同意和谈。于是双方交换了俘虏，恢复了双边贸易往来，从此形成了宋、辽、夏三国。这就是著名的河曲之战。此后，宋、辽、西夏形成3国鼎立时代。这个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。如果来银川，一定不能错过这么精彩的战马表演。也可以来这个西夏风情园了解一些西夏的历史。这边表演刚结束，擂台上又有一场精彩的表演。这次表演的是西夏火舞，都是和火有关。加快速度，别来速，来，加油！来吧，鼓掌啊！鼓掌越响啊，越快，加油！啊，
这个吊了就厉害了啊！吊旁边可以啊，感觉来这个西夏风情园，光看这些演出就值回票价了。刷到了。其实这个风情园很大，里面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。我就是奔着烽火西夏的演出来的，顺便也看了2场其他的演出。云也是真的，假不了啊，肉长的。这是喷火尽量喝龙的表演完啊，喝的越多，吐的越高。2口了，没少。看完演出已经快6点半了，到公园里转一转。其实这个西夏风情园环境也挺美的，而且这里现在还有银川最美丽的夜景的演出。哇，挺凉快。先去吃个饭，晚上来看这里非常漂亮的灯光秀。我现在在银川，今天带大家去一个适合晚上游玩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西夏风情园，每天晚上这里都举办非常盛大的璀璨星光光影乐园。这里晚上的票价是38元。除了好看的灯光秀，还有几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在盛夏的时节，晚上来这里散散步，非常的舒服。一起跟着我来这个西夏风情园，逛一逛这里的璀璨星河光影乐园。下午在西夏风情园欣赏了精彩的战马演出。听说这里还有夜场的表演，也非常精彩。夜场的票价是38元，7点钟开始入园。果然，晚上来这里游玩的人多了很多。这是风情园里的市井街，园区里的灯光逐渐亮了起来。这个风情园里的灯光秀，现在在银川是非常的火。即使是非周末，来这里消夏纳凉的人也非常多。下午光看演出了，都没有来这些灯光的区域。穿过这些文化长廊，就进入光影乐园了。草地上很多发光的小球球，很多小兔子。这个灯光秀的主题是星河乐园。这一片上万盏彩灯，真的是流光溢彩，似真似幻，非常的浪漫唯美。还有很多夸张的雕塑。这是太阳系。穿插其间呢，还有很多小的游乐设施。现在快8点了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这是我们的宇航员遨游天际，后面还有火箭，还有玉兔。古代我们有嫦娥奔月，现在有玉兔探测器。嫦娥奔月是古人式浪漫，玉兔探测器是中国式浪漫，而星河玉兔是现在风情园式的浪漫。看这个坐在地球上的小航天员的造型，游人走在星河之中，仿佛手可以摘到星辰。从8点多开始，这里的湖边连续上演几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首先看到的是花船情景剧《白蛇传》。西湖偶遇。他以前是个
读书人。不是他，我找的是个放牛的。再找吧。项目不行了，麻烦，我得划过去。哎，等一下！来了。萍水相逢，牡丹打酒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。我哀求，许仙在塔上看见了娘子。这个白蛇传的花川情景剧大概20分钟。他一步步跪上宝塔，帮他放人。选择了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里的音乐作为配乐。是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是。看这个花船情景剧的人还挺多的，大家都在湖边席地而坐。这个湖边很凉爽，也没有蚊子，所以在这里欣赏演出很舒服。现在天完全黑下来了，这里的灯光秀也更加迷人了。星河里有很多小吉祥物，这里还有很热闹的集市和游乐场。感觉像在放烟花，可爱的大熊猫。晚上这里有很多小吃，价格不贵。看现在这片星河多美，各种蓝的、紫的、绿的花灯，非常的璀璨。整个一大片灯光火山，生命之树，烟花灯海，点亮了整个夜色，也绚烂了整个夏天。前面第二场情景剧又开始了，过去看一看。看这游客都可以用人山人海形容了。这场情景剧是《西游记》。主要选用了好像是《西游记》里女儿国那一段。在此登土大唐的人物，快快有请。说实话，门票38元，包含了这么多灯光秀和演出，还是非常值的。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，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，贫僧也好和3个徒儿去西天取经。这个湖边的夜景装点的还是非常美的。情景剧里还增加了一些现代飞雪的成分。猪八戒，悟空过来阻止这场闹剧了。今夜良宵难得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女王陛下，在这里重温了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。书佛门。好事做成以后，我再去那西凉国中，一样做个女王。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，坏我好事！
黑板上的表演会一直持续到11点，所以游客还是不断的涌来。大家都坐在湖边欣赏这些情景剧。在景区的另一边，还有一片萤火虫迷雾森林。走进这片梦幻森林，这边真的很梦幻。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为